奇迹曾在台湾耽美剧界掀起热潮。这部改编自作家林佩瑜小说的剧集，细腻的剧情与演员精湛的演技掀起话题，不仅收获了大量粉丝，也面临了种种挑战。嗨，视频韩社，我是小乐。这一集我们将回顾奇迹背后的成功要素，还将针对粉丝见面会中所发生的问题，讨论制作方在线下活动中的应对方式和挑战。改编自小说的《奇迹》早在2021年就拍摄了 IP 前导片，由演员曾向正和黄成邦主演。当时一公开前导片就吸引到了不少粉丝的关注与支持。到了2023年，《奇迹》终于推出了正式的剧集版，是由林育彤、徐凯、陈柏文和江典所主演。立志从医的白宗义意外救下受伤的黑道分子范哲瑞，两人从互相抗拒到深情相依，却因黑帮斗争卷入一场接连不断的风波。而另一边，陷入低潮的黑帮分子陈毅与好友艾迪，因为压抑多年的情感爆发，两人之间的纠葛令人心碎。两段交织的爱恋，在虐心中书写爱与命运的奇迹。在写奇迹的那时候，我已经在思考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创造一个 IP 这样的一个尝试改编？如果我可以参与其中的话，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让自己的故事被如实呈现或执行？在写作的过程中，如何让它更容易被影视产业，就是影视产业的朋友们注意到说，哦，它可改编。对我来讲，这个是一种 IP 去做多元授权跟改编的类型的一种尝试，一种实验。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从小说的全盛时期一路走嘛，然后我一直看着出版业这样子慢慢的因为时代科技的关系慢慢在调整跟市场的萎缩，我就一直在想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跨界，然后彼此资源交流。那一次的尝试是对于出版界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因为过去我们在出版 announce 的时候，其实很少为一个小说或什么去拍一个概念型的前导或什么。我觉得让出版界的朋友们也来思考说，有没有可能这种影视拍摄的那种宣传方式是一个可行的办法。那时候刚开始播出的时候，的确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声浪，但我觉得还是回到最单纯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作品来说话。因为我相信那时候 casting 大家的共识跟选择都是有原因的，很多东西我觉得作品是讲缘分的。在小说写作的时候，我已经在思考影视了嘛，所以我很庆幸自己也有编剧经验，也承蒙就是 Rakuten TV 跟 Media Bucket 他们也看到这个故事，提出了他们的提案，也邀请我去担任制作人，从编剧的角度到制作人的角度看整体戏剧的呈现。比较难的挑战是剧本到拍摄，我们剧本才刚开始在开发之前，我就说一定要有一场暴风雨，一定要有一场台风天，看到剧组脸都黑了的，因为那个也需要花很多的心力跟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戏跟特效也都是需要规划跟比较多的预算。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让观众觉得不是小说变真人化，而是小说故事以外那个世界在扩大。本来陈爱的故事就已经在心里面放着，它其实是在第3本小说《契机》那里面会出现的。因为奇迹的系列它一共有3部，改编奇迹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来做一个2D 跟3D 的串联。那之后我再让这 3D 的孩子们回到2D 的世界里面继续延伸。有看过小说的读者会觉得有故事有新意，然后没有看过小说的读者会想要回头看白饭。小说的粉丝可能会很期待奇迹如果从小说然后变成影像之后会有什么的冲击火花之类的。这部剧因为陈爱 CP 佩瑜老师就是延伸出来写的嘛，也是吸引到大家的一个点。我觉得副 CP 实在是就是让我第一次刻到一个这么好刻的一对 CP 不管身高差什么，就是里面的剧情然后双 A 这样子都是就是2个都是很强势的人，这种设定我太喜欢了。因为我在推给2次元的朋友的时候真的很难推，所有的 BL 剧都很难推，对，因为他们觉得太真实了。但是陈爱的部分真的很漫画，这么可爱的小金毛，然后又很炸毛，然后就是为了爱这么勇敢，我觉得很难不喜欢无尾熊抱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把那个艾迪就直接抱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种设定？然后我就问我老公，你可以这样把我抱起来？完全不行。
过到比较中间的时候，我一直都是猜范杰瑞是公的，最后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竟然是瘦的。他这么阳刚的外表，那么大的反差，特别会吸引我的一个点。第二点就是杨烈大哥有客串，邀请到这么资深的演员来客串是不太容易的事。《奇迹》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话题作，和它在社群上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在社群的平台上啊，你可以滑到很多粉丝们的二创作品，像是同人小说或是绘图，这些不仅让奇迹累积了大量的粉丝，也吸引了不少国际观众的支持哦。因为 BL 剧真的很短，尤其是台服超短的，我觉得二创是可以延续他们宇宙的一个很棒的部分。现在又是网络的世界，这些宣传真的是会直接飞到全世界去。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走美术的这一块，9到10年的时间，我是完全没有画画的。我画画这件事情是从我进入就是台服圈以后才开始的。我想要推给二次元朋友，我就发现天哪，也太难推了吧！突然想到说，我来画画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韩漫，就去研究韩漫的画风，然后呢，再把我的得意 CP 画成韩漫的样子。因为画了第一张，得到很多回应跟回响后，你就觉得天哪，这个成就感我已经从生小孩过后变成一个妈妈，再也没有过了。然后我已经不知道画了几千张图的。其实我觉得奇迹里面我最 touch 到的应该是陈爱 CP 吧，江点在吹蜡烛那一段是我的心里面的名场面。白饭 CP 在剧情的中间的时候，在家里面可以亲亲抱抱的时候，我觉得是让人觉得很心动的时刻。陈爱的床戏，陈毅喝醉酒，然后艾迪是抱着他那个镜头 take 是艾迪，他就是其实很难过嘛，然后就滴下眼泪，然后他的眼睛是看着陈毅背后的那个狮子。明明是一个我很想要看很喜欢的床戏，却这么的揪心，我就是看到哭惨。台风夜的那一个晚上，芋头是第一次演戏，所以我们其实等了很久，所有人一片静默，在等他情绪崩溃的那一个瞬间。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每一个人的呼吸。我们常常都会说，拍戏的时候会有一种魔幻时刻，所有人的心达到一致的那一种共振感。当他拍完的时候，其实我的泪已经掉下来了。似乎找到了为什么影视人啊，不管再怎么难再怎么辛苦，都会想要全心投入拍戏这件事情。我懂了为什么很多人会为了抢一个镜头等一个晚上，然后为了抢一个情感要求，对，为了抢一个情感去等好久。所有的人原来自己写的剧本或创作的故事可以让人一瞬间 link 在一起，这是我当下拍戏的过程中的一个感动。我就觉得写这个剧本值了。观众喜欢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制作我们拍摄这个故事这个作品值了。粉丝们会做那种周边小的那种压的卡片，或者是自己画的 Q 版给我一份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其实更开心的事情是，中映会那一天我还在协助大家排队干嘛的。那时候我看到就是有粉丝在交流，然后我还看到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日本的一个朋友来，那我就跟他在聊天，一个粉丝朋友就是在发那个交流的小礼，然后也给这位日本朋友。自己的创作的东西，团队们打造的戏剧，可以让大家这么温暖的互相交流。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因为喜欢同一个东西，我分享给你我的周边的这个小可爱的东西，你整个回到同人志的那个场合。然而啊，奇迹的成功也伴随着一些争议，引发了许多讨论。针对台北见面会的部分啊，就有粉丝提出质疑感觉好像跟过往 BL 剧的见面会有点不同，福利执行的部分也引发疑虑。有热心的粉丝更是特别整理了事件的懒人包。奇迹的见面会总共办3场，第一场是办在日本那边，所以其实在参加台北场的活动之前，我就已经有买线上票，因为出席的演员其实人数差不多，所以我预期中内容跟形式跟日本场的不会差太多。比较期待的部分应该就是 CP 撒糖，经典画面重现吧。然后或者是说可以看到他们角色交换啦，或者是他们演这些经典画面当下的小故事，可以看他们有更亲密的互动。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这个见面会已经是这部剧的最后一个活动。参加这个见面会就感觉是可以留下一个回忆，我可以近距离嘛，然后可以看到他们，绝对就是4个演员看好看满。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台服后续的营业是不太可能，我们其实也不强求一定要就是绑定营业，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演员本来就是演员为主，所以
就还蛮当作是那种最后一次机会，想要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泰府的见面会，如果这部剧很红，他们会开启雅巡，内容呢其实大同小异。即使粉丝已经在网络上知道了泰国场的内容，那他们到了台湾了以后，我们还是会买单，因为我们可以亲眼见到他。BL 剧的线下见面会，它更重视的是这个 CP 的互动。可能我们看《想见你》会期待去见面会看许光汉，可是我去看 BL 剧的见面会，我只希望他们可以在台上多做一点互动，然后就是给我们一些撒糖的片段。差别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台湾是地主场，但是呢，这3场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场是经典桥段重现，还有角色互换，还有一些温馨的谈话。那我们场完全就是我们想看的内容。因为我不是台湾的当地人，我要搭飞机过去，却发现他们竟然是小小的演唱会，再加上一些团康的活动，而且是很无聊的问答游戏的活动。10个演员加2个歌手分组玩游戏，是很像那个综艺大热门啊！我最扯的是抽奖，光是抽奖就是抽粉丝有什么礼物呢？就抽了半小时吧。我本来参加的那个活动的次数就这种付费活动的次数就不多，所以整个活动结束完以后，虽然空虚，但是没有太大的反应。再到下一个礼拜是澳门场嘛，比较之下你就觉得天哪，明明是台剧，我们却没有得到一个很棒的见面会这样子。我以前是认为只要好好的做剧，其实应该就不太会被这些粉丝线下的东西影响。可是因为这一次的奇迹事件、见面会的事件，我才发现行销也是很重要的。被用心对待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让观众感受到被用心对待，而且尤其是 BL 粉，大部分都女孩子嘛，然后就是都是一些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不只是他们见面会，其他活动都一样啊。如果说你没有，我花了一样的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被珍惜，主办方如果没有做功课，我觉得怎样都不会好因为我比较没有涉足到宣传那一块，可是就我自己来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努力想要去做好的。因为我们其实戏剧做之后发酵的一些活动都是授权嘛，那我们无法掌控各国的活动内容设计，粉丝们朋友们对于这个内容的比较一定会有。我们其实在做 BL 剧的到整个走活动这一块，我们的经验什么的其实都还在 training 中。因为像2017年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想过中英会啊什么的，我们那时候就是做一个戏，然后希望这类型的戏剧可以被观众接受，影视产业可以有另外一个类型的出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粉丝后续的活动跟观众、演员跟观众的互动约定。那时候日本团队来到台湾开始做约定，然后正负之间的时候遇到疫情，一直到后面的奇迹才开始做所谓的粉丝活动跟演员跟粉丝互动，还有中映会这一块的东西。打开台湾耽美发展史来看，我们其实在做这样子的活动上都还在一个实验的阶段。因为我自己也蛮习惯整理事件，其实当下的情况真的只有参与台北场的人跟看过那些澳门场片段的人才会很清楚那种感受是怎么样。那可能在不认识的人眼里看来，或是路人，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会是粉丝比较充满情绪性的字眼吧。一方面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件事情，也很想知道就是从剧开播到粉丝慢慢凝聚到最后可以办见面会了，应该是大家很期待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中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我就用那段时间，然后整理了大概的来龙去脉。那更希望的是说，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再发生在以后的粉丝身上。退役出来了之后，那个每一场见面会一出来，它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是原形毕露了。平常我的演算法这一类型的资讯就很容易会直接堆到我面前。BL 剧现在越来越多，大家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其实很多人会去看很多粉丝的评论。翠崛起了之后，我觉得粉丝说的话声量会很大，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扩音器。没想到面对这一连串的讨论啊，奇迹团队竟然决定直接把LINE社群关闭。这样的决定啊，从通知到关闭仅仅60分钟的时间，让许多的粉丝都措手不及。其实在社群关闭之前，粉丝都还是说是不是我们台湾的见面会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或是难为的地方。那一天11点之前，他们才发了声明，就是说大家的声音他们都有听到。关闭之前的最后一则讯息，他就列举所有线下
活动的主办方，叫我们粉丝去跟那些主办方反映。还有就是这个社群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然后要关闭，还留在群里面的小伙伴，他们就是还有期待啊，还希望说官方可以有什么说法，或者是一个道歉也好。比起失落跟不安，大家应该是愤怒。既然一开始就提供这个沟通的管道给大家，不要到最后出了问题的时候群组说关就关，那也是真的毁掉大家当初慢慢累积对你们的信任。看到澳门场那样已经很火了，然后他们这个行为有点像是火上加油，自己当下那时候也是非常生气，后来又变成委屈，再加上失望。他们真的有懂这些爆发的点吗？他是不是不懂我们的诉求跟我们的意思，所以粉丝就会再一次的一波意见跟讨论，甚至是反弹。我们其实那时候有些事情还没有解决，像抽礼物，有些拍立得的问题啊，那些都还没有解决。应该要勇敢面对啦。我对于剧组如果能勇敢的站出来的话，大家可以体谅你们到底难处在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群里面，好的讯息跟不好的讯息，其实我都有多多少少都有看到。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我们太多的好的讯息跟很不好的讯息，还有包括好像也发生了所谓的肉搜等等的东西。当下其实我们也有讨论跟沟通，但因为我们的人力其实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厘清跟消毒，只能说关掉这一个官方的东西。就我们自己来讲，的确是没有办法在每一个系里面有一个专职去处理的这一块的东西。我们永远在为了下一个，然后每一个人都担任多重角色。我们似乎我觉得太高估我们的人的力，很多事情就是已经做过，它就会存在在那里。那我们将来要继续，我们整个主创整个伙伴们要继续往下走，我们也势必会问到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现在看恋爱的时候，一定会提到说啊，因为前面的受伤不想看这样，我们也势必要面对这件事。后来延烧到这些东西，你说当妈的人也会难过，可是因为我们的决策跟我们的考量，我们也会放在心上，在下一个作品里面去做改进跟更好的呈现。其实我有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自己这段时间有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官办之后，然后后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民营化。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不是宣传专业的人，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这样子走。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是平常是很哀的人，有些人都会跟我说那里面好像是他的家庭一样。因为我觉得像最近这一部，对，也是奇迹团队做的嘛，他们没有开赖群，我有点失落。我想说哇，那我没有这个地方可以讨论赖群，大家都会去收集很多的东西放在里面呢，对啊，多方便啊。面对这样的争议啊，有许多粉丝决定向消保会投诉。而来自香港的创作者呢 ，Sony， 他也是这其中的一员。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因为在见面会的时候，他们在宣传的那些东西上面有写可以跟演员去做换送，这样就是全体的观众都可以有这个福利。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跟演员拍完合照之后，就跟他们轻轻说了一声拜拜，然后就下台。搭完电梯去到楼下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有些东西还没完成哦，没有演员欢送 say 拜拜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下，原来台湾也有消保会，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写一下。老实说，那时候我已经心灰意冷，然后不想要再花任何时间在这个剧组跟这件事情上，但是因为小伙伴们很想要让这件事情被引起重视，然后我就说 OK 好，那我也申诉。有寄 email， 然后也有跟我们约谈，但是因为我在香港很难抽时间过来台湾，所以我就委托其他的粉丝帮我去做处理。大红艺术那边派律师过来说一下他们已经写好的那些声明，这样整个会议就好像就完结了。对于这个剧组可能会，因为它是一个品牌嘛，那如果你是同一个剧组再去拍同样的戏剧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观感问题。我就有接到粉丝就说，目前为止先不要，因为有一大批都是从泰圈过来的嘛，他们就直接回去泰圈了。这个事情对于粉丝来说是个伤害。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粉丝其实是我们选择太多了，像是泰国的、韩国的、日本的，我觉得我们就值得更好的。因为奇迹受伤，然后到现在是连 BL 剧都不看，是因为他们怕再次受伤，投入了这么多，然后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反馈，对他们来说看剧反而已经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我自己来说，我会有一点害怕，没有办法再那么相信入坑这样子。
我知道对团队好像有一些不公平，但是我觉得对看见爱的演员也是不好的影响。公关危机真的要谨慎处理，因为毕竟这样子的情况，把它原本奇迹还算是不错的一部好剧，然后可能就因为这个行销方面的问题而大打折扣了。比方说，在更了解每一场活动的规划内容，或者是在授权的时候多一些更多的建议，或者是更多的就是反馈的想法。我们是不是以后要去思考说，戏一旦火起来，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去回应观众朋友跟粉丝的期待，然后怎么样可以让演员可以跟大家的距离更近，可以用一个很 soft 的方式跟大家互动。我们还是会希望我们内容开发当然越来越好，那它的后续的一些不管是授权给任何一个国家的活动，也可以在各地都开花，enjoy在这样子的一个看故事的这个过程。可以去多看一些泰国的见面会，因为现在的 BL 粉、耽美粉，他们比较多会是看泰服的，基本上比较会参加的是泰新的见面会，已经习惯了泰新见面会的一个模式了之后，他们回来再看台湾的见面会的时候，会有所谓的比较心态，要学习国外或者要学习别人的模式。我在奇迹的那个见面会上有看到乔吉，我就觉得那他们办的见面会一定比较好看，他们有要去看人家怎么办，即使这场办不好，他们也会知道说粉丝的回馈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潜伏在各大社团，听听粉丝们在讲些什么事情，就比较能够理解粉丝们在想的事情。不用太拘谨说，你可能会觉得说，问粉丝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或者是跟粉丝太近。如果你在做一个活动之前就已经先问过你的核心用户，或者是先做个问卷试调，我觉得你做的东西它会更贴近你的观众。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滚动式调整，就是如果你发生了问题，如果剧组是可以当场解决的，我觉得也可以满足粉丝需求，然后剧组是能力所及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做。找了主办方帮你们做这一场见面会的活动，有没有那个责任为这个过程把关？毕竟那是从你们这部剧衍生出来的，粉丝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去参加了，那我体验不好，我们不会把主办跟剧组切割的这么开，在做之前就先做好审核。活动的流程都应该要清楚的写好，这样就不会那么容易去引起纷争。大家互相好好的坐下来谈，这才是最重要的。随着时间跟作品，我们去慢慢的凝在一起吧。毕竟，因为我们的相遇跟我们的互动，其实都是来自于故事，就是想办法做更好的故事。希望有一天，就是不想看BL剧的人觉得，这个故事似乎可以再看一下来接触，然后来感受到我们的更成熟、更稳健的做法。改进或是致歉这些东西，都不是嘴巴上去说的，而是在行动里去表示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去说原谅的时候，只是觉得疲惫或干嘛。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尽力在做每一件事情，得到有些时候是好的评价，有些不好的评价，那我们就是努力的继续往前。很开心能够看到来自各方的观点，相信不管是粉丝、自媒体创作者还是制作方，大家都是对耽美剧有爱的人哦。随着耽美剧在亚洲各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粉丝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未来台湾的耽美剧还会有更多样的发展吗？而这些争议是否能随着经验一一累积而一一避免呢？最后，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们的看法哦。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耽美时代，台服光影，我们下次见。